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58期，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的观点。第一部分是关于纳指市场观察，我们依旧要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环境如何，当前还适合再次的看多吗？亦或者市场又再次转为空头方向？阿哲会通过3个方面、3个角度来讲解。首先，我们依旧复习一下三小顶，而后再讲一下防守阴线。在第3个小节，我们会讲到空间技术点位的观察，目前的短线多空如何去看到它的支撑和压力位。那么第2部分、第3部分，在讲完指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个股的一个解析。阿哲会讲解有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较为详细的技术面的解析。第3部分会讲到 SQQQ、纳指金融、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拼多多等以上实质标的，我们短线上的策略规划，究竟有哪些个股产生了机会，亦或者有些个股是要风险小心防范。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收听阿哲视频，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要提醒一下，因为阿哲视频当中所涉及的标的比较多，所以一般视频时长会比较长。如果您平时没有观看长视频的习惯，那么阿哲建议大家可以点击这个播放按钮列表上的一个小三角，点击之后呢，你会看到本期视频阿哲所列出来所有标的对应的时间轴，您可以优先观看到最想要看到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节约您的部分时间。那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阿哲依旧建议从头到尾认真观看，这样您会更加了解阿哲目前的观点和对市场的看法。我们来到第一部分，讲一下当前市场的走势。在连续的强势的反弹之后呢，昨天纳斯达克指数跌超了 2%。 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一个技巧叫做三小顶，它适合在弱势行情反弹出现连阳时去使用。前期呢，在高位时也曾经出现过三小顶，我们以此呢曾经逃过一个高点，而这一次价格的反弹再次出现连阳，在3次的连阳之后，你就可以考虑它会不会是三小顶。那么前期呢，它的阳线数量基本没有连续出现3天以上，所以阿哲呢很久没有讲了，最近刚刚出现，阿哲上期视频就立马告知各位。所以如果上期视频有听到三小顶并且逃过一劫，或者说及时能够把本次反弹利用兑现的，您可以在评论区回复一个8，让阿哲知道您是真的有听进去了，并且学会了这个方法。那假如您是新同学，那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学习，那么这个方法是阿哲非常建议大家在弱势反弹当中必学的一种战法。我们看到所谓的三小顶，上期视频我们统计过它的一个效果，在纳指22年熊市的时候，市场从下跌以来出现了18次的三小顶，短线全见顶的次数有15次，也就是说出现之后短线立马见高点，出现下跌的有15次，而出现延续上涨没有下跌反应的有3次，它的见顶几率呢高达84%。也就是说，您只要能够知道目前您所处的标的的市场是震荡的，亦或者是弱势的下跌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三小顶，那么它的见顶概率能够高达84%。假如它出现之后不见顶，那么一般则意味市场还有上升的空间，意味市场哪怕目前弱势，多头也开始有所变强。在当时22年的下跌当中，也就只有这2波明确强势的延续上涨，才让三小顶出现了失效。现在我们讲一下它的一些条件。三小顶其实很简单，只要出现连续的3天阳线，这3天阳线不是说一定得要是上涨，它只要是阳线就行。3天的阳线，我们要求第3根的阳线它的实体，也就是说它的开盘到收盘的距离，它的实体，它比昨天第2根阳线的实体要缩短。那么只要出现这种现象，在弱势反弹当中，我们就认为它属于上涨动能有所消耗，而空头很容易再次的去反扑，这种反弹很容易是反弹结束点，这种三小顶很容易是反弹结束点，像曾经出现的这些三小顶的位置都是结束点。那么在上期视频为什么讲到三小顶，就因为当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在之前出现了，阿哲在这一天发布的视频就讲到三小顶的产生，是不是价格的走势这一天为首根阳线，而后这是第2根阳线，这是第3根阳线，第3根阳线的实体比第2根缩短了，但是这一天阿哲说过，它这个缩短的程度不明显，所以见顶的程度它的效果也就不明显。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再次的上涨，再次的收出一根阳线，这是阿哲上期视频的原话，
一旦再次上涨，再次收阳，大概率会产生效果很不错，明确见到顶部的左侧逃顶信号。因为三阳小顶当中，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缩短的越明显，效果将会越好。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连续上涨，连续出现，所以风险就产生。而曾经你所看到的这一波震荡行情，是不是也是如此？出现了三阳小顶之后，3号 K 线的实体是明显比2号 K 线要小的，所以这里风险很明确，这种三阳小顶很容易见顶。那这一波反弹当中，是不是也是啊？价格上涨，连续4根阳线，又是在尾端2根出现了三阳小顶的信号，所以价格调了那么1周时间，而后再次的上涨，见到本次高点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三阳小顶？第3根 K 线的阳线实体是不是比第2根缩短了很多倍数的关系？所以见顶的效果会特别好。一般出现三阳小顶，你只要是确认目前是震荡行情，亦或者是熊市的反弹行情，都要小心，最好左侧去卖出。如果你说这我当心卖了之后它可能还会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不太适合用三阳小顶的左侧卖出，看到就卖的方法，你更适合用三阳小顶低点跌破的方法。但这里要提醒，如果市场确实是弱势反弹、熊市反弹，那么三阳小顶产生之后，你如果不去减仓，非要等它跌破之后才去卖，可能你的反弹利润就被吞噬很多了。阿哲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有时候左侧不卖，在弱势行情当中，它会比较严重。我们看到这一轮行情是纳指22年8月份见到的一个高点，而后产生的单边下跌行情。你说阿哲有时候三阳小顶，我哪怕不及时卖，我用这个低点跌破之后，是吧？最后一天3号 K 线低点跌破之后，它是不是也能够逃过一劫？但假如市场确实空方比较强，遇到三阳小顶，你说阿哲我还是想要跌破再卖，那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一天下跌，直接把之前的4天上涨都吞掉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买的比较晚，甚至是追买追进去的，那么当右侧产生卖点时，你是不是被套了？所以很多时候弱势行情三阳小顶一边出现，一边要去减仓，要去卖出了。这呢就是我们上期视频主要教大家的一个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种 K 线形态，你是要学的，就是防守阴线。所谓的防守阴线是可以辨别多空强弱的短线的方案，它就2根 K 线，比三阳小顶呢要简单一些。首先，它是由2根 K 线构成，阳线在前，阴线在后，而后阴线的最高价比阳线的最高价是低的。如果开盘价比昨天收盘也低，就更好。也就是说，阴线如果是低开的，则效果更佳。3号 K 线的阴线收盘价比阳线的最低价低，它不只是低开，它还低走，而且低走之后呢，收盘价比昨天最低还低，这就是一个防守阴线。防守阴线产生，一般意味着上涨行情有结束的风险。那么一旦出现之后，你要关注一种现象，这个下跌是真还是假？出现防守阴线，说明下跌的厉害，当天有砸盘的嫌疑。如果这一天真的是砸盘，它真的是一个诱空现象，那么往往后续短期会快速的再回到这根阴线的高点之上。而假如它不回归，则说明这个位置真的是结束点。我们看到这右侧的纳指的图表，曾经呢在这些位置标记笑脸的地方都出现了防守阴线，也就是说是一根下跌很厉害强劲的阴线。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多头是强劲的，这种反手阴线很多时候是一种诱空的手法。那出现之后，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高点反而被突破，是不是前面的防守阴是低点，它是一种诱空？包括这一波下跌又出现了昨天是阳线，今天低开低走，大幅下跌，但反而是上涨当中多方强势上下的诱空行为，突破它的高点，还是能够看涨。只要出现这种防守阴线，说明目前的多头是很强的，昨天的下跌是砸盘，是假的，还有希望能够延续反弹。那你看到这样的一根笑脸，股价下跌大跌是吧？你说这一天会不会是砸盘？你看到后续是反弹，那反弹之后高点有破吗？没破，就说明它只是一个反弹。如果有反弹，那么说明它还得破位，它还得创出新低。老话说得好，是底不反弹，反弹不是底。如果股价上涨不能突破阴线高点，说明是反弹；如果是反弹，就还会有低点。那像这些位置，防守阴产生无法突破，再创新低；防守阴产生无法突破，则再创新低；防守阴产生
不创新低，创新高，那么价格走势则不是反弹，是反转，所以价格走势会看涨。那你会发现，当多头强势时，它每一根防守阴线就容易是低点，就容易是砸盘，而后只要突破就能看涨，突破就能够看涨。所以在近期看懂了防守阴线，你就知道最近的上涨怎么在低位提前买进。当下你就看到我们最新的纳指的行情，在上周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有多头的行情？当前你所看的是纳指日线图，那么图表当中所标记的笑脸都是防守阴线。那在上周为什么说多头开始走强，能够去买进博弈一波反弹呢？就因为这里产生了防守阴线之后，第二天立马把防守阴突破，所以我们在上周就以此作为信号，开始埋伏，开始买进特斯拉以及一些个股。而后你会发现，就产生了本周周一和周二的这种上涨行情。那么前期下跌当中，当你发现防守阴线高点是不能突破时，说明空方比较强，多方不强。这一个防守阴线低点它虽然没跌破，但高点一直在震荡，所以这里也说明多空之间没有强弱。直到这一天的防守阴线产生，高点立马被突破，我们知道短线多头变强，而后出现上涨。那么三阳小顶之后出现了卖出，是完成了一次低买而后高卖的短线交易，很是精准。只要掌握这两个模型，你就可以完成本次的低买和高卖，是不是很不错？而现在又再次产生了一个笑脸，说明它也是一个防守阴线。那防守阴线产生，我们认为它会有反弹。为什么？因为防守阴之后，它就是大概率反弹。防守阴是空方特别使劲的那么一天，那么空方特别的宣泄，短线则多头会趁机进行抄底。那么在今天会去抄底的人，引发市场反弹的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无法去提前评判。但我们只知道的是，这样的一根阴线高点，只要不突破，抄底的人利润是不高的。所以股价的多头想要继续延续本次的反弹，它必然需要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而它也将是我们再次的买点。在此之前，不要再随意做多了，因为再随意做多，你可能会买在这一波反弹的高点。所以通过防守阴的学习，我们现在有个观点，就是股价目前的下跌遇到了前面平台的支撑，而又因为它是防守阴线，所以在今天大概率会有反弹行情。但反弹行情呢，尽可能观望为主，以这根阴线高点作为界定。反弹不过高，那么不要去参与，还会下来。反弹能过它的高，那么再次的短线买进。这是对于纳指策略上的制定，短线就看它就行。以上呢就是阿哲对目前纳指的一个短线的规划或者说策略，明白了大环境市场指数的策略，那么你会知道短线怎么做会更加安全，会有市场的帮忙，而不是跟市场逆势的去做多和做空。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小节，叫空间技术点位的计算。关于这一部分内容，大家如果是新同学，一定要认真学习，因为它就是市场当中动能的表现。不管是后面的特斯拉、英伟达，还是以下的10日标的，我们都会用这个动能的角度去观察。而这个动能它从何而来，就是通过这个空间计算技术来得出来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是 Telegram 当中阿哲的盘前美股解析，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有机会在每天盘前收到阿哲的这条限时的福利信息。这条信息呢是阿哲3月26号的盘前解析。阿哲往往会在美股盘前香港时间的4点半到5点半之间去更新这条信息。昨天阿哲有讲到，纳指它继续维持三阳小顶，而标普它却是刚刚出现三阳小顶。标普的三阳小顶是很标准的，因为刚好在周二的时候，标普是一根阳十日星，这是特别明确的见顶信号。目前因为美股处于熊市的思维当中，我们是熊市的超凡守则，所以左侧应该卖出为主，可以留一部分底仓来右侧的卖出，但注意了，右侧卖出不作为主要选择。在交易上，我们不要去想太多会不会卖了之后就涨，左侧卖出最怕的就是这种思路，我卖了明天会不会大涨，我卖了会不会卖飞。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如果你现在去买进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不是如果你继续加仓买进是一种赌的行为，你赌它还会有反弹，你赌目前你手中的利润还会再翻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这种熊市反弹当中盲目的持续的去加仓看涨。
只要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在反弹当中，只要有所盈利，怎么卖都是对的，哪怕不是卖在高点。想明白这一点，会少很多的烦恼。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指、特斯拉、英伟达昨天的一些空间点位计算，这里主要看到的是一个纳指的高点压力和支撑。这个撑压的空间点位有什么用呢？它是阿哲认为这只标的在日内所具有支撑和压力的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右侧图表，在图表上有一些颜色，这些颜色阿哲称为红绿灯。比如说像这一根 K 线，它的底下是不是有一个红灯？红灯代表什么？红灯代表阿哲日内所预测的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那么支撑被跌破是不是风险？说明它的空方是比较强势的，多头是比较弱的。所以股价只要是红灯就属于风险区域，特别是对于短线来讲，哪怕偶尔可能会有绿灯，但是如果处于连续红灯的市场当中，这个绿灯一般也要小心。第二天再次红灯，说明它只是反弹而已。而最近的行情为什么能走出上涨？首先，它必然是下跌当中出现了绿灯，但出现绿灯还不够，我们说它有可能是反弹。另外一点就是绿灯之后它能够有持续性，是不是这一天的绿灯和前面的绿灯，它说明日内预测的高点压力被突破了。当绿灯产生之后，它的持续性如何？是不是第二天立马它就是红灯，说明空方又转强了？但最近的这两个绿灯就不是了。绿灯之后能持续一天，绿灯之后能一直的持续，而且持续了1周多。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绿灯之后的反应就决定了短线的多方是否真的强势。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转红灯是特别不好的。所以目前走了一波连续的强势的多头，而在昨天出现了红灯。那么市场整体还是下跌后的反弹，所以反弹当中出现红灯，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风险信号。那么刚才我们说短线上不是说没有机会，如果能够吃掉这根阴线的高点，是不是多头就比较强势？那其实今天的关键点位有2个，第一个是今日的预测高点 18,331.85， 如果股价收盘在此之上，哪怕它没有突破这个阴线高点，那么我们也可以初次认为这一波反弹的力度是比较强势的。你甚至说我如果有一根实体阳线收盘在这个价位之上，我去短线再次的去看多也是没有问题，只是仓位你要分开，你可以初步的埋伏一笔多单去买进，等到突破防守阴高点之后，我再加重仓位去看涨本次反弹，这是 OK 的。但首先今天收盘得要到 18331.85 才行，不到这之上就说明还处于红灯的下跌当中。而下方的预测低点今天的支撑我们说是 17,668.49， 今天的收盘价如果依旧跌破它，说明会有连续的红灯的发生。那么连续红灯说明空方下跌动能依旧保持，而且没有减弱，这是一种比较惨烈的状况。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每天的这个高低点的预测支撑和压力您都要去认真的关注，等到某一天出现了调整当中的再次的绿灯，我们就有机会见到再一次的短线交易点。关于个股的解析，阿哲会先讲到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给到了一个压力位是 287.13， 这个压力位是怎么来的？是通过阿哲前期所测算的一个撑压得来的。之前我们说过 306.34 和 267.92 它是一个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最近呢，股价向上突破了 267.92， 那么以此呢，我们正常应该往上去看到 306.34， 但我们不可能说一个压力位突破之后立马看到下一个，特别是两者之间离得很远的情况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两者折中一下。那么你会算出来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压力就是 287.13， 而在我们周2的时候，特斯拉的高点是不是到达了 288.6 啊？所以整体来说差的不多，这种共振的高点则产生了这一波下跌。现在特斯拉的回调你就要看到支撑了，前期这种大幅上涨大阳突破了一个价格区间，这个价格区间就是 267.92 和 257.34，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压力位的突破并且是有效突破，它将会产生支撑。所以特斯拉往下跌往下走，看到第一个价位是 267.92，
第二个价位是257.34，这是一个强势调整的区间。如果特斯拉本次出现5连阳之后的上涨，再一次的下跌，没有跌破257.34，那么我们认为它还是在前往306.34这个方向上在运行，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而已。那反过来，如果股价下跌的力度比较强，它没有在267.92、257.34的空间上产生支撑，那么说明前面的上涨突破它也不是有效，因为压力并没转换。所以股价如果再次的跌破前面2个区间，就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止跌，你就不要再次买入特斯拉了。前面在这里提醒的买进，在这里提醒有压力，是不是一个低位埋伏，一个高位离场？哪怕你说再往，昨天才卖，那么也是 OK 的，整体是有利润的，10来个点没有问题。那么这波下跌就看支撑了，要么在这里出现止跌，要么在233.04、229.201附近出现止跌。如果你发现股价下跌的力度在此间都没有止跌，那么千万不要随便的去买进。而价格如果下跌时跌破了229.201，曾经我们说过，这个特斯拉反转结构的关键节点是229.201。假如股价收盘把它也跌破了，说明反转不存在，那么市场反而要看跌。这是特斯拉关于空间上我们的一个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怎么去看待短线的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以及 BBD 的资金指标。在昨天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红灯？红灯说明收盘跌破阿哲预测的日内低点，那么支撑跌破，在短线上日内我们也是看跌的，它出现了红灯。这一波从低位产生连续红灯之后，这里出现了绿灯，而绿灯之后连续的上涨，是不是连续的绿灯？那么这一天的红灯我们曾经讲过，只要是在某个方向产生反向的那一天，我们的多头筹码是一定要去清理，或者说短线上要减仓，一定要有一个卖出的动作，不管卖多卖少，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红灯它会不会真的是一个高点。所以每次股价下跌时遇到的绿灯，你都要去关注，有可能是低点；每次遇到上涨中的红灯，你要去关注，有可能是高点。不管是真是假，它有种可能，你就要去关注。那么这里阿哲也给各位同学一个关键的点位，如果您是看不到阿哲盘前解析的，那么您可以听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是谁呢？它的低点是260.09，它的高点是278.48。股价收盘，特斯拉如果今天依旧收盘在260.09之下，说明还是红灯。那么连续2天的红灯，如果出现2个红灯，那么说明下跌动能是没有减少的，依旧保持非常强势的下跌，就跟前面连续2个绿灯一样，保持强势的上涨，直到呢绿灯的消失或红灯的产生。如果今天收盘价立马能够收在270.48之上，说明昨天的红灯为假信号，昨天的红灯为砸盘。那么今天如果直接是一个绿灯，直接构成买点，就类似于前面这里红灯下跌很狂热的这种下跌，在后续立马产生了绿灯，是不是红灯后的绿灯直接作为买点，而绿灯后的红灯直接作为卖点？这是我们说过红绿灯比较简单的使用技巧，所以关注今天收盘能不能够产生绿灯，如果有，则是一个买点。而我们再看到底下的资金连续流进后的流出，它也是一种关注的 K 线，是不是这个位置连续流进而后流出？所以它是关键的 K 线，它的高点被破，低点不破，则有机会是调整低点。现在呢，上涨当中出现连续流进的流出，那假如低点被破，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右侧的高点确认。今天收盘把它跌破，则高点成立，下跌空间打开，而它的高点被突破，是不是低点成立？那么继续看涨。所以在资金和在动能 K 线上，目前都是观望的角度。如果继续今天收跌，跌破它，那么不管是动能还是资金上，依旧延续看跌。以上是特斯拉的讲解，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当中，虽然阿哲有讲到英伟达可以作为买点，但是不是上期视频阿哲非常担忧的告诉大家，这里的风暴比是不合理的，所以这里去做多是很大风险，大概率要止损的。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在这一天如果买进，第二天就是10日新，并且是下跌的，而后这一天就是大跌。所以这一天有些买点虽然是买点，
但是买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大概率是要止损的，所以你的买点哪怕买也不能买多。而且你发现它是不是也是三阳小顶？这一天是阳线、阳线、阳线，3天阳线，第3天是10日星，比2号 K 线缩短的。那么在弱势的市场，还在一个压力位附近产生三阳小顶，那是不是这一天你说我买进之后非要等它跌破吗？也不是吧，这一天就开始要小心了。三阳小顶在 120.734 附近产生，那是不是本身也是风险呀？所以目前的英伟达属于什么现象呢？属于116前期这一个支撑位，它有所支撑之后呢，再次跌破，同样也属于 120.734 无力的去突破，再次跌破。所以目前这里的英伟达属于什么？属于一个比较不错的做空点，属于一个看跌的位置，看跌的点位。整体的结构、支撑、压力都告诉我们，这根阴线产生之后，不管后面是反弹与否，都是看空的，除非反弹的力度能够突破阴线高点，因为它同时也是防守阴线，但概率太低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层面。现在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是不是上方是动能 K 线？在周五的时候也是产生了一个红灯，这一个红灯 K 线特别的明显。其实出现这种下跌，大概率呢就是红灯了。而从 BVD 上看，其实前面的资金已经保持过一段时间的流出，而流进 K 线是谁？流进 K 线是它，流出后的流进和流进后的流出都要关注。关于这根 K 线它的重要性，我们在上期视频也有讲过，它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并且把左边的阴线突破，是不是英伟达再去看涨，短线上会更加安全一些？在不突破之前呢，哪怕买也不要重仓，或者说仓位要小，只是一种试错性的买进而已。而现在下跌出现了一根红灯，那么红灯之后又是破位 K 线，所以当前的英伟达在右侧上还是在压力上，其实都是一种看空的点位。前面的上窗 K 线是它，而这一天的上窗 K 线呢，在昨天产生了一点点的支撑，它能不能撑得住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在这一天你说阿哲我没有去看空，那其实你也可以等到一个反弹之后再次破位前面这根阴线的低点，亦或者再次破位116之后再去看空也还是 OK 的。亦或者再有一个选择，就今天再次收盘把它的低点跌破，也是一种看空点。所以英伟达目前做多难度很大，但是做空呢，阿哲这里看到了不少的空间。那么现在我们说一下今天变红灯变绿灯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它的高点是 116.3， 它的低点预测是 110.17， 股价收盘得在 116.3 之上才会是一个绿灯，在 110.17 之下则保持红灯，保持下跌，在这之中呢则是无灯状态，说明惯性的维持下跌。所以除非今天英伟达直接收盘收在 116.3 之上，才有机会产生绿灯后的买点，但这个可能性我们说了低。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方面的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一支标的是 SQQ， 阿哲依旧会通过资金和动能讲解以下的10支标的，那么主要呢是在短线策略上给大家一些提醒。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SQQ 的资金和动能，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SQQ 的日线图表，在资金上你会看到资金呢是连续的流出，而后产生了一根流进的 K 线。这种流出之后流进的 K 线是可以作为关键的 K 线去对待的，它的低点要作为防守，它的高点则作为压力。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如果能突破它的高点，在资金层面上认为这个低点就成立了。而从架构来说，本次的回落是不是到了170天均线附近，并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有效的跌破，而在此之上产生了一个绿灯 K 线。我们说绿灯 K 线是动能强势的 K 线，它不是说一定短线会看涨，因为曾经在这些位置是不是也产生过了绿灯，但它的绿灯后是立马红灯。我们说绿灯后立马红灯是一个卖点，绿灯后立马红灯是一个卖点，像红灯后立马绿灯是一个买点。当然像有时候会出现反复的产生这种变盘信号，下跌则看跌啊，这是它的简单的一些使用，也是阿哲呢一直用来看待个股的一个方向。而目前这一天是一个绿灯，所以短线上是不是走强？那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走强？刚才资金上我们有提到了，就是
这根 K 线的高点如果能被收盘突破，今天收盘站上它，而且不是一根太丑陋的 K 线，最好是阳线，实体阳线站上，那么这个低点就确认了，那么纳指的下跌也确认了，大概率不会再延续反弹，而 SQQ 这里将再次是底部的上涨。像目前的这一个 SQQ 呢，它还不能完全的能够让我们大仓位的去买进，因为它只是首个绿灯，它只是首次的转为绿色流进，它还有上方缺口的压力，目前还有考验，但是你已经可以去埋伏底仓看涨了。我们看到今天的关键点位，它的绿灯会不会继续产生？你要看到今天预测的压力是 36.06， 股价突破它，保持绿灯，并且构成再次的加仓，而价格如果跌破 33.98， 则说明是红灯，如果是红灯则构成绿灯后的红灯，那么你就要止损，并且继续的看空，而看涨纳指。现在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我会发现最近它的跌势也是比较强的，一个相对单边的下跌。下跌途中呢，曾经出过资金的流出下穿，我们说下穿 K 线有机会是调整当中的低点变盘，就跟前期这里是一样的。它这里呢是一根防守阴线，同时是下穿 K 线，所以效果呢就更好。好，那这一天是下穿 K 线10日新，所以效果也不差。它的低点目前没有被有效跌破，昨天重新回归。我们等待纳指金融能够有收盘价突破它的 K 线，在资金上就是低点确认，而后可以看涨中概股了。但现在呢还没有，昨天它只是一根10日新，同时出现连续流出之后的首根流进 K 线，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的区域。阿哲很希望能够看到一根阳线把这2个10日新都突破，那么这里低点就大概率形成，那么中概股也将迎接再次的行情。从动能上你也会发现昨天是没有任何的颜色，所以目前还保持在下跌的红灯的动能之下，我们希望这里也能尽快产生绿灯，出现更不错的上涨。今天的高点压力是 7971.06， 突破才会有绿灯，才更好能够看涨中概。而它的低点支撑呢是在 7815.77， 跌破则继续是红灯，那么目前就还未见低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Meta 的股价走势在回踩了107天线之后出现了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它出现了连续的绿灯，是不是也是三小顶？而绿灯最后一天是一个10日新，是一根假阴线，决策假阴实体下沿被跌破，同时是绿灯后的红灯，所以 Meta 目前也不看好，短线这一波反弹先看结束，走了一个相对的黄昏之星。进一步确认这个高点则需要看到底下了，这一天是上穿，所以它有机会是变盘高点，它的高点目前是没有被有效突破的，因为这一天是阴线10日新突破，不算有效，目前跌回来把它低点给跌破，所以这里是一个高点可以进一步确认的地方。今天收跌在它之下，则进一步确认这是高点成立。目前的 Meta 不能够再随便看涨了，连续的反弹几天之后，你会发现 Meta 其实还在下跌三法的区间之内。如果波段看跌 Meta 或想做空的，你可以等待一个更明确的信号，或者说大仓位的布局就是一根阴线，把前方这根阴线的低点跌破，就还能够构成下跌三法。它呢比目前的纳指表现是偏弱的，因为纳指已经是脱离了下跌三法，而它还在其中。如果出现下跌三法的形成，那么是一只看空的标的。下面我们看到 AAPL 苹果的走势是跌破170天均线之后的反弹，反弹途中它是没有形成三小顶的，因为它中间这一天是一根阴线而反包，但问题它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做负阴线，它创了新高而后下跌，覆盖昨天阳线的一半。负阴线是一种短线的风险信号，同时它在 K 线上它是一个什么行为呢？它是一个绿灯加一个红灯，绿灯加红灯是不是卖出信号？而前方的上穿 K 线是谁？是它的低点以及它的高点被突破一下又跌回来了，所以当前的走势依旧处于高点变盘有效的范围之内，出现了一个卖点，所以这里也是要小心的。苹果，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高点的压力今天是在 223.275， 突破走为绿灯，继续往170看。低点的支撑
218.725跌破，继续红灯，再不确认高点的产生。下面我们看到 MSTR 也是走出了一个红灯 K 线，但是有一定的长下影线，在资金上它没有连续流进，所以呢也就不用看到连续流出了。资金目前在 MSTR 上帮助不大，我们看到 K 线的变化，是不是当前的 K 线也是出现了上涨中的三阳小顶？这一天是不是比昨天要短？然后低点目前没有跌破，左侧来讲可以慢慢的去减仓，而右侧可以说收盘跌破它才是一个卖点，现在还没有有效跌破，所以 MSTR 呢比起其他个股还是挺不错的，毕竟和比特币相关嘛。所以左侧来说是一个卖点，右侧还没构成卖点，相对比较扛跌。但这里呢，因为离170较为远了，所以当下要小心对170的回归的行为。这里收盘跌破三阳小顶，那么就更加确认它是走一波乖离的回调，然后再去找买点即可。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它的低点预测支撑是314.215，这里跌破则说明依旧是红灯，那么就确切它要往170回归了。它的高点是334.825，如果突破将是红灯后的绿灯，则立马构成 MSTR 再次的看涨。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皮尔 TR 也是比较强势，昨天的下跌产生了红灯，同样也是个红色三角。红色三角说明昨天的高点和预测高点是非常一致的信号，并且它确实是个红灯，所以当下是两重卖出信号，又是高点变盘，又是一个红灯变盘，所以当前的 MSTR 小心了，这里是一个高点的概率是很大的，在 K 线动能上来分析，底下的资金连续流进之后流出，跟前面这里一样，连续流进，流出 K 线为关键 K 线，这两个流出 K 线是不是都是低点？好，现在它也是流出 K 线，它会不会是低点？今天收盘跌破就确认了，这里是一根高点 K 线，而不是低点。那么后续我们就会往下去看，这里以防万一，说不定今天就是一根绿灯 K 线呢，所以把它的一个关键点位告诉大家。低点它的支撑是88.31，它是一个支撑，跌破是绿灯，高点是94.79，收盘突破则是一个绿灯，说明价格走势还真有机会再次看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的走势其实无需多言，因为在上期视频我们就说过了，它比普通个股是弱的，别人还在反弹，别人在上涨，你呢走出了一根高开低走的阴线下跌，别人连涨3天，你连跌2天，并且它还前期在指数出现了红灯后的绿灯之后，它产生的是绿灯后的红灯，所以我们会发现的是，博通在短线资金上呢是不受青睐的，所以它见到高点以及下跌都比很多个股要强。在上期视频我们就严肃的跟大家去说了这个事情，要小心，不要去随便做多博通。而因为它是提前下跌的，下跌的动能呢是比较强的，而它也即将迎接反弹低点的可能。为什么呢？它有可能构成超跌反弹，别人上涨时它在大跌，那么别人出现反弹时，它的反弹力度有机会要强一点点，当然它也只是看反弹而已。我们看到底下这个黄色轴，在它的水下和水上如果出现上下的穿后，我们说它是一个变盘信号，像之前这里上穿是不是变成高点？好，上穿之后的下跌，它进入到水下的这一刻就有可能是变盘低点，所以博通今天略微再探一探，它就是一个下穿，那么下穿就是一个资金上的变盘低点，那一天要确认一下，怎么确认呢？之前高点变盘确认是怎么确认的？高点要有压力，低点要跌破，是不是跌破了并且没有突破，是吧？反弹一直不过，所以高点变盘有效。那今天的 K 线是低点变盘，那么低点就有支撑，它的高点要被突破，那么就能够构成低位的上涨低点、反弹低点。但是否要去参与，看个人。阿哲认为风险不小，因为目前的市场出现的是一个短线高点回落的时候，我们不确定什么时候市场整体会止跌，它有可能会受到整体市场的拖累，而后无法太持续的反弹。这里我们需要告诉大家，今天的红灯和绿灯怎么去研判。我们看到今天的高点，它的预测是183.665，收盘突破才会见到绿灯，它的低点是173.187，那么不跌破则不会是红灯。
我们希望今天的变盘 K 线在其中产生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说明下跌在减速。而如果能突破 183.665 这种变盘 K 线，它确实可以作为一种买点来看。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出现的是连续3根绿灯之后，由绿灯再转红灯，这种绿灯立马转红灯，它是不是说明是一个看空的信号卖点啊？前面这里也有上涨之后，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灯后转红灯，那么是一个卖点。如果出现红灯后转绿灯，则说明它是一个买点。连续的转灯则说明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出现下跌 K 线则变盘看跌。当前呢，资金上也是连续流金之后的流出，所以它呢也可以算是一种变盘 K 线来看待。低点是会有支撑的，高点要被突破才确认低点的有效。如果它的低点再次的延续下跌，更加确认这个位置是一个高点，是一个卖点。而目前在动能 K 线上，这一天红灯其实已经构成卖出信号。我们看一下红绿灯今天的高低点预测，高点是 169.54， 突破，收盘突破，出现绿灯则会出现再次的买点，但可能性不大。我们看到它的低点 164.461， 跌破继续红灯，继续看跌。现在我们看到 SMCI 呢，它是在170的压力之下一直的反复的震荡，出现了一个整体的收敛的状态，是不是在昨天出现了跌破？那么和我们预期的是一样的，它不能突破之前呢，这里做多是比较风险的，所以处于熊市的环境之下，这就是一个反弹。好，反弹的收敛状态目前被跌破，我们认为方向是不是看向下？而从资金上来看，这一天是下穿的，那它会不会是低点变盘？可能性不大，在结构上来讲，它已经破位了。哪怕是低点变盘，最多反弹一下就结束了。所以这一天的下跌产生的低点变盘，它也就最多跟这里是一样的，是不是产生了低点变盘，反弹一下就结束了？所以这里哪怕是低点变盘，也就反弹一下而已。而假如今天都无法收盘在它之上有止跌，继续下跌，那么就不是一个低点变盘，是一个下跌的开始，连续下跌。现在是一个红灯，红灯之后它的红绿灯怎么看？看到今天预测高点低点，高点是 38.94， 收盘突破则是一个绿灯，低点呢是 34.724， 收盘跌破是一个红灯。最后我们来看到一只中概股拼多多，拼多多的走势，之前这里绿灯，这一天我们发布了视频，是不是说这一天不要买？为什么不买？明明是绿灯，因为这一天它是一根阴线，是根决策阴线，所以不要随便买在阴线上。这个位置的高点和低点，我们说作为运线的方向选择，它突破没有成功，那往下跌破，当下的跌破有没有效呢？阿哲认为在价格上不算特别有效，虽然是红灯，但是它有一个长长下影线，所以这里呢应该属于拼多多一个震荡的选择，而这里很明显还没有选择往向下，所以大概率会有反弹震荡的过程，直到有那么一个方向上出现了大阳线或大阴线，那么就彻底选择了方向。而从资金上，我们看到底下是不是一个下穿 K 线，上穿这一天被突破了，说明这里不是变盘高点哦，突破之后是一直保持在向上的，现在下穿，所以阿哲认为拼多多这一天是低点变盘的概率是极大的，它的低点要有支撑，只要它的低点没有被收盘跌破，未来有一天在这里出现看涨结构，亦或者是收阳突破它的高点，哪怕运线还没被突破，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可以去看涨，最好今天就能够反弹出现一根绿灯。所以我们看到它的高点的压力是 123.935， 拼多多如果今天收盘在此之上，就是红灯后的绿灯买点。最低价格我们说的预测低点是 118.935， 那么这个价位和昨天的最低是不是差不多？所以这个价位呢，如果出现了收盘在这之下，它除了是红灯，同样也会跌破这个低点，那么我们就认为不是低点变盘，它将会延续的下探。所以这里关注一下拼多多，有一个反转是低点的机会哦。